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1月8号，星期三。前天吧，新加坡的现任总理李显龙先生呢，公开宣布，他即将呢将他的权力棒交接给现任的这个新加坡第四任的团队黄循财先生。那个黄循财先生呢，现在应该是现任的副总理啊。那么我也有兴趣呢，我也看了一下，他呢是祖籍是来自中国的海南的。那说起这个中国海南呢，我也住过几年。像这个文昌啊、博鳌啊、琼海啊，我当时呢是住在这个琼海，琼海跟文昌呢都是中国海南有名的这个侨乡，主要那边呢有很多人呢，他是去这个新加坡啊或者南洋其他地方呢去打工赚钱啊，回来以后呢再建设这个海南，那边呢也有很多这种就是卖这个新加坡食品啊什么的这些店。那么在那里呢，我当时就遇到过一个去这个新加坡打工的啊，他们家是做那个渔业的，就是那个捕鱼的。他呢就说他说这个新加坡呢，他说打工他说其实也是挺辛苦的就是工作一丝不苟的，对吧？没有什么偷懒的这种事情，有时候呢偶尔也会加班的啊。但是呢，他提到他说这个老板就是在结工资发工资，还有就是加班费这个方面呢，是一点都不会拖时间，也不会少钱的。他说到这一步呢，他当时就是这个神情就还是比较觉得怎么说，就比较觉得这个很认可这一点，是吧？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许多什么农民工讨不到工资这种事情，经常也在这个中国国内呢也会发生这种事情。那后来我说新加坡的打工这么好，你怎么又没考虑留在那儿，还是回来了，是吧？那他也说呢，就考虑到这个老婆孩子家庭就是还是在这个海南这边，而且这个琼海这边呢，也是个非常悠闲的地方大家都喜欢下午在那个茶店里面喝喝茶、聊聊天什么的就不是一个就是有什么政治氛围的地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出身真的也不看你说你出生在北京、上海还是纽约、东京，最主要还是就是你追随的就是你去学习也好，工作也好，你入职的时候你跟的老板是谁这个很重要。这话也有点扯远了他在这个说这番话的时候呢，他也情绪挺激动的有点哽咽有点哭泣。我觉得呢，他确实也是为这个新加坡可以说服务了几十年吧，所以呢，多少会有点不舍，是吧？但他同时也说了，他说如果未来的就说下一届的这个总理有什么任务给他呢，他也会随时听从调遣和安排，对吧？就这个话说的也是很有风度也很幽默。那同时他也说呢，他说这个现在其实他说有很多人呢也是在观望，就是关注他这个要退休的事情，要交接的事情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含义的话，对吧？因为大家都其实可能不知道，就中美贸易战以来这些年呢，包括这个新冠疫情这几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几个能够不但经济没有倒退，反而是进步的呢，那新加坡算一个。尤其呢，就是前一个阶段吧，这个像美国的一些银行暴雷瑞士的这个银行呢，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全球的，尤其是华人还有就是亚洲的一些富豪呢，他们陆续呢就把这个钱都挪到了新加坡所以呢，这个新加坡呢，它现在的这种形式就有点像这个亚洲的瑞士的这种感觉因为它不是一个选边站队的国家，对吧？它呢就是以这个国家的信用来干这件事情一个就是富人的这个税收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资金安全的问题和提供这种高质量优质的服务，对吧？在新加坡其实现在是什么都有的就是你基本上只要你有钱，然后呢你能付出的这个钱比市场上稍微高一点基本上你能享受到最好的服务那尤其对亚洲人来讲呢，他的饮食也基本上是完美的，就比他再好的就是综合的有各种各样的美食的地方呢，
也很少啊。所以呢，就是此番呢，它交接呢，它也是无疑就是向大家发出一些信号，对吧？就是怎么样慢慢的过渡到让这些投资在新加坡或未来想继续投资在新加坡这些富豪们就是包括就是新加坡本国人吧，对吧？就是看看未来这个新加坡会不会继续繁荣继续变得更好所以呢，我觉得它主要这种逐步的这种交接呢，是为了这个。那么聊起新加坡的这个成功呢，我们也不能不提，就是他的父亲，就是新加坡的这个开国宗师吧，这个李光耀先生那李光耀先生呢和这个李显龙呢，他们父子呢就经常被称为华人之光如果用日本的话说，就是政治界之神那确实，就是你在整个现代历史，哪怕你再看远一点就是这个政治史就能出2代都是那么有能力优秀的这种政治家呢，其实是很难的就很少。就你自己做到这个政治家，你说你成为一个名人你成为一个政治家，这个是很多人都能做到，像这个布什父子但是呢，你不但自己能够做到一个执政者的一个高位，你还能带领就是整个国家，带领整个人民，就是共同走向更好的发展，这个是很难的，对吧？基本上就是这个概率呢就小了很多新加坡人民呢也是运气挺好的新加坡国运也非常好，因为想当初呢，这个李光耀先生创立新加坡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是吧？要资源没资源，要人才呢也是这个人口基数就放在这里那他呢，全凭着就是当时的这种人自己过人的这种人生的经历吧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嘛，其实他就经历过许多生死，他就经历过这个二战经历过这个人性中的这些生死的时刻，所以呢，他这个对人性他对中国的文化对这个西方人都是非常的了解。后面呢，他又去这个英国学这个法律他成为一个律师嘛，所以呢，他就是建国以后呢，他对这个法律这件事情呢，他看得就非常的重那新加坡能够成功的，我觉得一大半的这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就是他确立了这个怎么样去依法治国有这个法治精神相对的公正，对吧？那这种就是在当时吧，就那个年代，就是什么60、70年代就大家对亚洲这些对亚洲地区的这些看法呢，就觉得这个地方还是相对落后没那么文明，法治是比较落后的，对吧？那么他的这种尊重法治的这种精神呢，就给新加坡带来很多投资的机会，那么新加坡呢也就一跃而起了。那么他呢也不惧风浪他也不投机的一个人。这个苏联影响力很大的时候，那很多国家也都流行过这种共产主义的这种风潮，对吧？那李光耀先生呢，他觉得这个事情会影响这个国家的发展，会影响这个赚钱所以呢，他只要是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发展和赚钱的事情呢，他基本上呢，他都会极力的去反对，是吧？对于西方民主的这种思路呢，他也不是一味的就是迎合，是吧？同样的，他也多次就是公开场合他也说的就是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期的这个过度的民主呢，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李显龙先生他前天的发言当中也说了这一点他也说未来呢，他如果这个国会当中有太多的这个反对派的议员，或者说大家轮流执政的这个时间很短就是国家的方向大的方向呢，没有办法就是长期的稳定的这制定下去但是当然他的这种风格呢，比他父亲要缓和很多就他父亲我觉得有点像谁呢？他的父亲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中国这个曹操我觉得他的父亲特别像曹操的这种感觉一代枭雄但是非常有能力，是吧？李显龙先生呢，他就觉得有点像曹植
我说他像曹植呢，主要是觉得呢，他非常的聪明。就这个人啊，你一看他这个脸，他笑起来这种感觉啊，他这个人就是这种一张天生就是非常聪明的脸啊。他应该是个娃娃脸啊，对吧？就虽然年纪很大了嘛，看起来这种笑的这种很高兴。虽然有的人说他是什么笑面虎，是吧？但是我觉得呢，就是确实他就是给人一种非常智商高、非常聪明的这种感觉啊。他的发言基本上每一个我都去听过的啊。他在现代的这个社会啊，跟就大家的这种交流啊，能够深入人心啊。政治家嘛，其实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你怎么去跟民众交流，是吧？我觉得这点他是超过他父亲的。我觉得他父亲最大优点实际上是有眼光啊。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在许多生死的这种那个时代那种机会当中呢，练就的那种本事啊，就是说对这种未来的判断，当时对中国的这个判断啊，是最早的啊。就许多国家还没有意识到，就中国未来会取得一个巨大的经济的发展。那么李光耀先生呢，他当时已经就多次已经就说过这个话。很多人呢觉得这是因为他自己是就是中国的华侨嘛，是吧？所以呢他会有这种民族上的一种情感。但我个人不这么觉得啊。我觉得情感呢占一小部分，他主要还是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肯定是从这个国家的实际利益出发的啊。而且像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国家呢，说实在的，就是它内部啊也是，在我们的看来，就是它有很多国家的人，是吧？就是其实就是很多种族嘛，啊，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是一种民族情感过分的，就是这种，其实要把这些人的利益啊都能够分配好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如果这种民族情绪特别重的话，这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啊。说起来呢，中国当初搞改革开放啊，发展经济啊，也是向这个新加坡这边学习过。好像上海还有一个什么市长班什么的。中国其实从这个美国啊、日本啊、新加坡啊学习啊，当时怎么样的去发展。其实李光耀呢和就是过去的这个和亚洲这些领导人其实关系也都不错，是吧？大家也都很尊敬他。那么大家也会经常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李光耀跟他儿子李显龙到底谁啊更就是厉害一点啊？嗯，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我随便聊聊是吧？就我个人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李李显龙先生呢，他应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因为在李光耀先生那个时代呢，啊，虽然呢就是啊、他是建国之父是吧？但是他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包袱啊。他许多这种对未来的判断呢，其实是一种直觉练就的啊。他的成功呢，他只要就是带领啊大家啊新加坡整个去开拓啊，就是去赚钱啊发展就行了。而且那个时候的竞争呢，没有现在那么激烈啊，世界的局势呢也没有现在那么的复杂。他自己呢，他也是后期吧，他也对就是李显龙执政，他也是非常满意的啊，这个是他自己也是有说过的。那么李显龙先生呢，他接手以后呢，其实首先他要在他父亲的这个光芒之下，他处理各种事情，他肯定要更审慎啊。其实也会丧失掉一些机会啊，因为如果有更多冒险的机会的话，啊，虽然有失败的概率，但是成功概率也多，是吧？第二点呢，就是他接棒以后呢，那世界的这个发展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变化呢是很大的啊。就过去可能这种传统的一些工业啊，一些这种商业啊，他所处的这个时代，什么信息时代啊，对吧？什么互联网时代啊，就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呢，都发生了变化。还有呢，就是像他父亲时代呢，也其实积累了一些，就是遗留到他身上。那么这些问题呢，其实处理起来也是挺棘手的，是吧？那几十年以来呢，他也算是非常的稳，新加坡的国力也是越来越向上。尤其是他这一次就是再次选择这个交接团队吧，也是一个面临巨大的这个挑战啊。虽说肯定他这个眼力也好，或者他啊大概率的认为就是未来会越来越好，是吧？但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大家其实是不知道的，大家只能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做出判断。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像那个李光耀父子啊，像新加坡的这种模式呢，他们是完美的就是融合了呢这个东方和西方的优势啊，并且规避了就是缺点啊。好吧，那这个就是我简单的一些评论吧。下次再继续聊，谢谢大家。